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奥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金字塔。在聊金字塔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埃及的另外一个地方——帝王谷。它之所以叫帝王谷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前后后一共发现了63座埃及法老的墓葬。出土黄金面具的图坦卡蒙墓就是帝王谷众多墓穴中的其中一个。这么多法老都葬在这儿，就让我们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所有的埃及法老死了之后都被埋葬在这个帝王谷了。而金字塔也是埃及法老的墓，距离帝王谷有600多公里。如果这两个都是法老墓的话，那么风格差别也太大了，简直就不像同一个文明下的墓葬形式。在没有发现帝王谷之前，我们可能会认为埃及法老墓就是金字塔这样的形式，建一个金字塔，里面放一个石棺，然后给封起来，什么随葬品都没有。但是帝王谷发现了之后，让我们看到了埃及法老的陵墓跟金字塔完全不一样，里面是金碧辉煌，而且随葬品非常多，上面还画了很多壁画，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怀疑金字塔到底是不是墓葬。如果是墓葬，那为什么它跟帝王谷的墓差别这么大？如果不是墓葬，那金字塔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今天就来具体的聊一聊神秘的金字塔。金字塔在埃及偏北，尼罗河西畔；帝王谷也是在尼罗河西畔，在埃及偏南。这两个地方距离是642公里。金字塔是有一个金字塔群，一共有96座金字塔。这个金字塔群就被称为世界8大奇观之首，据说已经有4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。其中最高的就是胡夫金字塔，有146.59米高。这个高度在当时属于世界上最高的高度。这个记录一直持续了几千年，直到1889年被埃菲尔铁塔给打破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，胡夫金字塔一直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。因为它的外形像中国的汉字金，所以它在中国被叫做金字塔。金字塔之所以建成这个形态，可能跟建造它的目的有关。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就是高，能建多高就建多高，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底盘给变大，这样才有可能建得更高。所以高就是金字塔的主要特征。这个问题在后来出土的金字塔铭文里边提到过。上面说这个是给法老建起的上天的天梯，以便他可以由此上到天上。可见他们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就是通向天上，金字塔就是他们提到的天梯。我们之前也提到过，古人的行为一般都跟信仰有关系。当时古埃及人的信仰就是太阳神拉，古埃及人把拉看作是造物主，他们认为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就是拉的眼睛。他们还信奉风神舒和雨神泰夫努特，这两个神是拉的孩子，可见太阳神拉在他们眼中是地位最高的神。我们经常在视频里边看到的金字塔都是俯视或者是平视，拍摄的人都是站在金字塔很远的地方，或者直接用航拍在上面拍摄，以便把金字塔给拍全了。但如果你站在金字塔的下面，用正常人的视角去看金字塔，就会有新的发现。其实仰视的视角才是金字塔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当你站在金字塔的下面仰视塔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金字塔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太阳光，它的形态就是模拟了阳光照在地面上，而这束光的终点来自太阳，也就是金字塔的塔尖。也可以理解成顺着金字塔爬到塔尖就到达了太阳，这就是他们建造金字塔的目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古往今来统治者的陵墓规模都很大，而这些大工程都是奴隶建造的，因为谁也不愿意把给别人建造陵墓作为自己的事业。除了那些设计师还有工匠，他们是自愿的，其他做苦力的一般都是奴隶。比如说中国的秦始皇陵，在那个时候抓了72万的奴隶。刚开始考古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，金字塔这么大的工程肯定也是奴隶建造的。直到另一个地方被发现。1990年，埃及的考古学家在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墓葬群，他们在这里面的墙壁还有棺椁上面发现了象形字写的名字。经过考古学家的确认，这个墓葬群属于金字塔的建造者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些墓葬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有职位、工作内容等等，而且这些墓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。墓葬里面还发现了他们的生活用品，这就说明这些修建金字塔的不是奴隶，
他们享有很多公民的权利，好像修建金字塔就是他们的工作。在里面出土的陶片还记录了他们的出工情况，比如说谁哪天请假了，因为啥事没来上班，这上面都有工作记录，就跟现在打卡上班一样。从这些陶片我们能了解到，他们的工作周期是10天，大概就是工作9天，然后休息1天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古埃及人是1周10天制，只有1天休息。这个发现让当时的考古学家兴奋不已。最新的发现啊，996不是人类的极限，我们还可以999。从这一点也可以验证我们上面所说的，他们建造金字塔就是为了沟通太阳神，他们是自愿参与建造的，而且在死后还在墓葬里边记载了自己的功绩，好像这个工作可以使他们感到很自豪。考古学家分析，即使是他们自愿在这里工作，那建成这些金字塔也至少需要5000万人，而在那个时候，全世界的人口加起来也才2000万，所以建造金字塔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除非他们有什么我们现在都想不出来的手段。修建金字塔的地方原本是沙漠，这些建造用的石头都是从别的地方给运过来的，而这些石头的平均重量是2.5吨，以他们的科技水平是很难运输的。再加上金字塔的这些数学和天文知识，胡夫金字塔的底是一个边长为230米的正方形，这4个边的误差没有超过20厘米。建成之后，东南角和西北角的边的高度误差为1.27厘米，这些都是通过他们手工测量的，比现在的机器测量的都准。我们刚才说过，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目的是通向太阳，他们设想金字塔的形态就是太阳光的形态。但奇怪的是，胡夫金字塔的高度乘以10亿就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，他们好像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多少，然后根据这个距离当做天梯，等比例缩小之后得到胡夫金字塔的高度，也就是太阳照到地球的光，你把它具象化，然后再等比例缩小10亿倍，那就是现在的胡夫金字塔了。这就是金字塔最神奇的地方。如果说其他的都是巧合，那这一点真的是神了。还有就是金字塔的朝向是正向的东南西北。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准确的知道正南正北，是依靠了卫星定位，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测量正南正北在哪里的，他们只能通过天上的星星人眼观察，而他们人眼观察的结果是金字塔的4个面正对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误差小于1度，所以这一点也是用他们的技术不能够做到的。还有一个体现他们智慧的一方面，就是金字塔尖的夹角是52度，这个角度可以说是大有学问。大家现在就可以模拟出来，抓一把沙子，让它一点一点的落在地面上，就像沙漏一样，最后在地面上会形成一个圆锥形的沙堆，这个沙堆的尖角就是52度。我们现在的人把这个角度叫做自然塌落现象的极限角。这个角度有什么好处哈？它可以使建筑物变得非常牢固，绝对不会坍塌，就算是地震对它也没有多大的影响，所以金字塔一直保存到现在还完好无损。这些所有不能解释的因素加在一起，就使现在的人觉得金字塔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，因为金字塔根本就不像一个陵墓。回到我们视频刚开始提到的帝王谷，这才是埃及法老墓葬的形式。墓里有无数的陪葬品，光图坦卡蒙墓就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。再来看看金字塔，里面是什么也没有，全是石头，就连里面的石棺也是非常简陋。在这个时候说它是石棺也就没有那么贴切了，因为里面没有发现过法老的尸体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考古学家认为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，但是没有在金字塔里边发现一具木乃伊。这里边只有这么一个石头盒子，里面究竟放过什么不知道，它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。这么一比较，金字塔似乎就不太像陵墓了。现在的考古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估计也正在研究。现在很多对金字塔感兴趣的人都在猜测，这个金字塔会不会跟外星人有关系？依据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，无论是认知层面还是在具体实施的层面，金字塔都不像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做出来的产物。再加上金字塔使用了大量的花岗岩，花岗岩里边含有大量的石英，石英是可以发电的物质，所以很多人猜测金字塔是外星人在地球上建立的传送装置，可以通过金字塔的石棺将人传送到外星。虽然这些都只不过是猜想，
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的目的根本不是用来做陵墓的。如果真的证明有未知文明存在的话，那金字塔无数个解不开的谜团就能够合理解释了。那么在这里，今天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专门讲有关历史上的奇闻趣事、未解之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类的话题，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以后更新的视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